的计划里还有我。你我的盟约，相互扶持，相互成全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吴家娘子出了头七，宁王就请求太后赐婚，完成逝者遗愿，纳顾青书为继室。这是用命换来的姻缘，又是太后做主，陛下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胡家还主动将顾青书记在了胡夫人名下，现在她不再是顾家庶女，而是胡家嫡女，只不过因为新丧，大婚需延期3个月。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，顾青书的手段竟如此狠辣？您的意思是，胡迎绕之死另有隐情？我目前只是猜测。顾青书惯用施恩者的姿态出现在他的猎物面前，以释放善意的方式博取好感。这些人却不知晓，所有的恶都是他一手造成的。哦，对了，您让我查太极殿的月季，一查之下才知道，这些月季竟全是顾青书亲自栽种，连永安殿都放满了。月季花香太浓，会让人难以安眠，太后因此得了失眠之症。顾青书又献上了放了凝神香的香囊，治好了太后的失眠。果然是先害人再救人，挖了个大坑再给填上。顾青书的事务必彻查下去，寻得他和胡应绕身边认识的人，找到真相。诺。容妃娘娘可有什么吩咐？本月初5，法华寺要举办祈福大典。本宫想将这件事情托付给太子妃，也不是什么繁琐之事。这每年宫里的章程啊，都大同小异，太子妃也不必过于忧心。这里面呢，是调配工人的印信。谢容妃娘娘信任，羲和就斗胆一试。都给我倒了。诺。娘娘，为何这太子妃毫无防备，就一口答应了？沈羲和明知太子是个短命人，却义无反顾地嫁入东宫。正所谓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这后宫之权他一定会争。我本想等着他开口，没想到他却如此沉得住气。那您是准备抢占先机？这谁赢谁输，不在于出手先后，而是一击即中。太子妃，这是您要的祈福典礼章程册案，5年内的都在这儿了。容妃嘴上说的好听，但奴婢总觉得她不怀好意。我也这样想，只是猜不透她会在什么地方下手。怎么了这是？去了趟韩章殿，回来个个面色不愉。没什么，他们2个让我给宠坏了，些许有些小事都会表现在脸上。下去吧。你不说，我也能猜到个7、8分。回头我去寻小九一趟，让他好好规劝一下自己的娘亲。如妃是他的母亲，他能约束得了他什么呀？再者说，这是后宫之间的争斗，殿下实在不适合卷入其中。我为什么不能参与到后宫之间的争斗？我们夫妻一体，若是有人与你过不去，便是与我过不去。这些时日，你一直在看后宫章程的册案，并非容妃出手，你才想着应对。宫闱风向与朝堂更迭，始终维持着相同的博弈法则。妃嫔的一颦一笑，也是朝堂势力消长的晴雨表。自从我决定嫁入东宫后，我便知道，若想西北安宁，沈家安稳，这后宫大权，我必须得掌握。
而且之前你一直在前朝查询下毒一事，若是我能掌握后宫大权，我便可以在后宫中寻找新的线索。你的计划里还有我，你我的盟约，相互扶持，相互成全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参见太子妃。今承东宫之重，主理宫闱，首行朝会于司贤殿，尔等当各司其职，勿负圣明。臣谨记于心。我今天看了些账目，上宫局上月月例银超支卷300匹，声称是为了修缮寒凉殿，可据我所知，这笔费用应当是由内侍省支出的。刘司机，调出上宫局与内侍省的对牌记录。奴婢该死！修缮寒凉殿，刚换了300琉璃瓦，补了5根金丝楠木。太子妃娘娘突然召见，奴婢尚未记录在册，但每项支出都清晰可查。是吗？回禀太子妃，按例月末才统一核算记录，刘司机并未犯错。跪下。内侍省上月拨钱修缮，对牌编号丙戌79。上宫局却以次充好，以旧瓦和黄金章替代，报以虚账。这2头钱都进了谁的口袋？蒋少府，3年前端午，你可是从库中支取了一批云锦？是。这笔记录的墨色，怎比别处深些？用陈年账纸，使新墨腾抄，也是难为你们了。还能找来这3年前所用的青藤纸。奴婢该死，求太子妃娘娘恕罪。你们好歹都是宫中的老人，是平时清闲贵养惯了，把心思都放在贪私上了吗？崔上宫，这事该如何处置？回禀太子妃，按律，贪腐10贯以上者，吃20，罚俸3月；50贯以上者，杖80，贬为谏议；100贯以上，流3千里，家产充公。这次超支的钱，不必追了。2位司机爱修宫殿，那本宫就成全你。6宫内有2殿3楼发生火情，工部说需要900贯，我只给你600，剩下的亏空你们自行补齐。多谢太子妃开恩，多谢太子妃开恩。蒋少府，这些见不得光的陈年旧账，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宫教你了吧？谢太子妃开恩。即日起，各司当核清缉毒，重理账目，彻查门径。若是再有差错，我定不相饶。诺。弘文馆的邦国经籍，崇文馆的筹算数理，清代墨钩批注，着官入品，本宫都能一一许与尔等。无论是上宫局的秀女，还是上食局的厨娘，即便是一个浣衣房的婢女，有功必赏，达者为先。宫门深似海，本宫不会埋没你们在窗前苦练的珠算，灯前默写的章句，枕畔旁藏着的绣样。从今日起，才华为周，贤能作奖。本宫手中这方摄6宫事业，撑得起女子的凌云笔、安邦策，许尔等以才博位。谢太子妃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我在想崔氏请辞一事，上宫局
不可一日无人打理，但我进宫时日尚短，实在没什么可信任的人。想不想听听为夫的意见？想。想啊，真可爱。说正经的，我今日在宫中见到了沈英若，听说她打算终身不嫁。英若这不凡的见识和魄力，确实让我意外。无论德行还是才学，她都疏朗大气，光明磊落。阿爹远在西北，对她关心甚少，但她却没有半分恨意，就连对我这个长姐，也无半分敌意，确实罕见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沈英若有个疯狂狠毒的生母，但她却没有成长为一个阴暗偏执、心思诡谲的女郎。你想说什么？她身边的乳母谭氏，是你阿娘的人。谭氏曾受过你阿娘的救命之恩，你阿娘去世前，安排她做沈英若的乳娘，无论男女，无需加害，无需养费，只需将她培养的能明辨是非即可。母女都是天生同盟，你和你的母亲一样，身有谋略，但从无害人之心，坦荡磊落。你是如何知道这些的？萧氏死后，我担心沈英若对你不利，就命人去探查了一下，知道了前因后果，这才对她放心下来。谭氏曾是上议局的掌舵人，入宫了20载，当了8年上议。8年？她能稳坐上议位置这么多年，一定有一双慧眼。哪些人可用，哪些人可疑，哪些人清白，哪些人聪明，她一定都知道的。我们想的一样，谭氏就是崔上宫最好的接替者。你已经为我做了许多事情了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还在为我操心铺路。是你说的，互相扶持，互相成全。若有一天我突然不在了，你也能杀出重围，站在你想站的高处，过你想过的日子。我就是希望你能活得松快一些。殿下，我已经想好要嫁给何人了。当今圣上。殿下怎么知道？我父皇威加海内，眼下公主要护自己的王弟周全，哪还有更合适的人选？更何况，我父皇戎马半生，是个风采卓然之人。可陛下已经好多年没有纳妃了。云安公主嫁入乐族后，我父皇便不再纳妃。云安公主是我父皇错过的一生挚爱。云安公主，云安公主，我们来往甚密。她温柔贤淑，博施济众。她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我们情同母女。如此甚好。那殿下的意思是，让我效仿云安公主求得圣宠？效仿之人只会博得陛下多看你几眼罢了。公主的优势不在于效仿他人，而是过去10几年间，你与云安公主的朝夕相处，耳濡目染，习得的种种优点。我发现不嫁你也好，你这个人太懂得掌控人心了。公主谬赞。不过，唯有一人不在你的掌控之中。
就是太子妃。殿下如此大张旗鼓，约我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就是为了做给太子妃看的吧？那位不就是太子妃的贴身婢女吗？正是。麻烦公主笑得再开心一点。你帮了我，我也帮你。我还希望公主在嫁给我父皇之后，能与太子妃结为同盟。殿下这是为了太子妃在拉拢我？你们在深宫结盟，可以互相照拂。我还希望你的王弟顺利登基后，蓝海军亦能站在太子妃身后。可人人都说太子妃冷清狠绝，她不是冷清狠绝，她最是睿智、刚强、傲气，又最直白、最真实。在大义面前，她从不退位，也处处不愿意亏欠别人。你若待她真心，她必将真心还你。她是一个能让你将后背交付的盟友。殿下说的话我信，因为我从未在深宫中见过一个夫君对自己的妻子如此欣赏，如此情深意重。那我便也祝公主能得偿所愿。